江小姐，你父亲今天情况还算稳定，但人还是没醒。这个月的费用，麻烦你尽快过来结一下。我知道，我这2天一定凑齐，麻烦了。你从哪儿进来的？有气。你可千万别死这儿，不然店停业了，我就完蛋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就好了。姑娘，你这药劲比江湖上最好的金疮药还灵，敢问出自何派？什么派不派？我就是个卖五金的。五金是何物？你看看周围就知道了。你这铺子兵器胚子倒是齐全，就是没一样成型的。刀不像刀，剑不像剑，铁条、铁丝、刀片、铁块。你是卖铁料的？差不多吧。师父说过，世上有一种玄文钢，纹路天成，无坚不摧。他一辈子没找到的，原来在这儿。姑娘，这个怎么卖？螺纹钢啊，现在价格4000多一吨，这一根大概100斤。我这个仓库里目前就存了30多吨，600多根。你要多少？600多根，一根出世就足以引得江湖腥风血雨。各门派抢破头，而这竟有如此之多。这女子难道是隐世的老怪物？感谢前辈救命之恩。方才我在青云山被大师兄的人追杀，身负重伤，跑到一处山洞藏匿，结果山壁突然亮起来，把我吸了进去。醒来就是在此处。敢问前辈，此乃何处？别叫我前辈，我就是个开五金店的普通人，救你只是顺手的事。这里是华国2025年，我不知道你口中的青云山是何处，还有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，你是突然从这里面摔出来的？我刚才就是从这里面出来的，匪夷所思。这就是普通的墙，他应该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吧？你那边有江湖，有武林，有门派。你怎么知道？看过电视剧。电视剧？算了，跟你解释不清楚，反正咱们不是一个世界的，你就当我这儿有个通道，可以链接你那边世界。通道后面居然有这么多好东西。你要买螺纹钢吗？没错，但是我只有这些钱。这些拿去古董店卖掉，应该能换不少钱。爸的医药费能先压一压。姑娘，我知道这些肯定不够，但请你相信我，等我将这批螺纹钢带回去，下次来定当补齐。没问题，你先拿着走。在下陆晨，
还未请教姑娘姓名。江小蛮。小蛮姑娘，下次再见。陆晨，期待你的下次到来。足银，但这成色和纹路从没见过，不是任何已知银矿出的。那这个值多少？1块6千吧。碎银加银锭，按这个价算能值个3、4万。这个月的押金和欠款，总算能先压一压了。行，下次还有我也拿过来。沈总看中你这个位置，想收购这件铺面。我之前就已经说过了，不卖，请你们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。沈总说400万，江小姐，有了这笔钱，令尊在 ICU 的医药费，还有外面那些欠款，就能一笔还清。你还年轻，何必守着个破铺子？铺子是我妈留下的，我再重申一遍，不卖。希望江小姐不要后悔，这个店铺迟早都会是沈总的。小蛮姑娘，这些是补上次的账。上次那批螺纹钢就用完了10根全用了，我打了3套武器，各门派抢着要，卖了300两，后面还有预定的10多套。我靠，300两！这要是换成现金，不得几10万啊！所以你这次是来补货的？没错，上次那种螺纹钢还要20根。另外，你这边除了螺纹钢，还有没有别的铁器？多的是，角铁、铁丝、螺栓、钢管、工具钳几百种。那我每样都来一点，麻烦小蛮姑娘给我打包好。不客气，你是大客户，以后可要多来照顾生意。几百种铁器，每一种在他那边都是宝贝，在我这边就是普通建材。小蛮姑娘放心，以后我会常来的。我打算找几个旧同僚开间新铺子。开铺子？对，开铺子。我师出天工坊是江湖上最大的铁匠铺，我本该是下一任房主的，可大师兄铁鹰杀了师傅，抢了铜印，现在整个天工坊归了他，而我也被他列入了必杀名单。上次我就是被铁鹰的人追杀，却不想因祸得福来了这里。上次我带着螺纹钢回去，用打造出来的武器换得了一些门派的庇佑和信任，铁鹰现在也奈何不了我。我要趁此机会站起来，用手艺打倒铁鹰，夺回天工坊。我虽不懂你们江湖那一套，但我知道一点，你的手艺扎实，我的料不掺假，两样加一起，铁鹰肯定打不过你。多谢。小蛮姑娘，下次再见。路上小心。赵师傅。陆晨，你还活着？活着。赵师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新房主要的手法跟老房主不一样，被赶出来了，现在靠给人打锄头过日子。你看看这个。这是什么铁？我能弄到大量这种铁，要不要跟我干？开个铺子，正正当当做生意。这铁质地均匀，杂质极少。老房主活着的时候说过，世上有一种铁是这样的，他只见过一小片。师傅说的应该就是这种。你开铺子，铁鹰不会放过你。之前我用这个铁料打了3套装备，卖给了几个大派之主。
现在我手上也有一些门派的订单，如果开铺子，他们都会护着我，铁鹰奈何不了我，所以我需要人手。被铁鹰赶出来的天宫坊人我都要，我要靠手艺打倒铁鹰。周铁柱在隔壁县扛大包，孙姐在镇上洗衣服，都被铁鹰赶出来了。我们一起去找他们吧。你们这儿有刀卖吗？天宫坊的太贵了。有。试试。这刀比天宫坊的还好。铁好。多少钱？比天宫坊低3成。坊主，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来路不明的铁器，材质比我们的好，价格还低。谁做的？一个叫陆晨的人，开了个铺子，叫陈铁坊。他居然还活着！去查。江小姐，你是宏远信贷的，令尊的欠款320万，已经逾期4个月了，这个月能还上吗？我在想办法。这个月之内，要么还钱，要么我们就按合同走法律程序了。通达做了12年，从没出过岔子。恒信这单太急，公司像是新开的，货发出去是验过的，怎么到地方就成了不合格？恒信、宏远，地址好像是一处，要去查。第2天，他就出了车祸，通达跑了。恒信告人，宏远收债，3件事凑一起，本就太巧，可爸是查到一半才出的事。这不是讨债，是有人要让他闭嘴。小蛮姑娘，来了，最近怎么样？我拉着一些天宫坊的老人，在中立镇开了铺面，名为陈铁坊，生意挺不错，第一批客人反应都很好。这次是来补货的。那就好，口碑出去了，客人们都会自己来。多谢。这次要些什么材料？又来了，天宫坊不会坐着让咱们抢生意的。没事，我们做好自己的就行了。比咱们的好。他用的什么铁？查不到，不是任何已知矿卖出的，市面上也没有。陆晨一个人打不了这么多货，他手底下有多少人？查到4个，都是被咱们赶走的旧人。降价。陈铁坊卖多少？天国坊降2成。坊主，这样我们的利润……先把他们压死再说利润。
陆哥，天工坊降价了，比咱们还低2成。降价抢客，这是要把咱们压死的意思。咱们现在也跟着降。不降，可不降，客人就跑了。跑不了。天工坊的料是天工坊的料，咱们的料是咱们的料，客人自己会比的。价不降，但这次的货我多送你一把标针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陈铁坊的铁来路不干净。怎么个不干净法？有人说是从乱葬岗挖出来的，旧兵器回炉的。你懂，死人身上的铁带煞气。这当真？我也是听说的，但宁可信其有。陆哥，有人说咱们的铁是从乱葬岗挖的，说带煞气，这话传出去了。今天已经有2个客人问我了。这是有人故意散的谣。应该是铁鹰的人。去请程一鸣师傅。程一鸣，他来有什么用？他是铸造这行里干了40年的老人，他说话比我们任何人都管用。老朽入行43年，见过北境矿、南岭矿、海沙矿，没见过这种铁。但老朽敢用这把老骨头担保，这铁绝无杂质，绝无阴邪之气。说是乱葬岗的铁，老朽第一个不信。程老，您说没问题就没问题，我定5把刀。近2个月，陆晨一共带走螺纹钢60根，角铁20块，不锈钢板嵌15张，铁丝若干。照这个速度，3个月就见底了。这个月医院的钱还差1结。喂，张哥，我是江记5金的小蛮，最近想进一批角钢和不锈钢板材，你们那边能发货吗？小蛮啊，我正想给你打电话，你们家账期的事儿你知道吧？欠款不是还在走流程吗？是你们那批货，老板说暂时不接你的单了，说是有人打招呼，说江记的资金有问题，不建议发货。知道了，谢谢张总。沈浩，小蛮姑娘，这次结账多了一些，算预付下一批。陆晨，我跟你说件事，角铁和板材快断货了，进货渠道出了点问题，我在找新供应商。要多久？不确定，1、2周吧。那这段时间我少用角田，优先用螺纹钢撑着。行，我尽量快。你那边最近怎么样？铁鹰在搞价格战，还散了谣言，说我们的料是从乱葬岗挖的。然后呢？请了程一鸣老师傅当众验货，压住了。只要货是真的，口碑这东西他砸不掉的。你那边的问题，只是进货的事吗？还有点别的旧事，我在处理，你不用管我，做好你那边就行。通达干了10多年的老供应商，发了1次假货就跑。恒信下大单，货到了说不合格检测报告是谁出的？宏远收购债权的时间。去年春天找上门来谈合作，但公司才注册了2、3个月。宏远信贷恒信建材注册地址居然和宏远信贷是同一栋楼同一层。
陆晨，房主说了，给你3天时间关铺。不关，我凭什么听你们的？识相就现在关铺。告诉铁鹰，来再多人也一样，不知死活！住手！简直欺人太甚！没事，他们嘚瑟不了太久了。恒信注册才2个月就来下大单，这个细节你爸当时没查？他后来查了，但还没查完，就出了车祸。恒信和宏远信贷地址同一栋楼同一层，如果能证明2家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同一个人，这条链子就有问题了。怎么查实际控制人？工商信息查股权穿透，我来查。通达那边，你说发货前你爸验过货是合格的，验货记录还在吗？在，我找出来了。这份记录如果是真的，就说明货出厂时是合格的。那么问题在运输途中，还是恒信接货后做了手脚？这2种可能都指向同一件事。货没问题，是有人要让它不合格。我需要你帮我查清楚这条链子，然后我们正式起诉。这案子你打算告谁？先从恒信开始查，查到谁算谁。行，我先去查工商信息，你把你爸当时所有的往来记录都整理一份给我。已经整理好了。坐。铁鹰动手了，派人砸了铺子。其他人没事吧？赵师傅他们没事，我挨了几下，没大碍。铺子还能开吗？得找新地方，打算搬到重阳派驻地附近。铁鹰不敢在那里闹事。那就快搬。你今天去查那间旧事了？开始走程序了。小蛮姑娘，这次补货我知道，新供应商的料下周到，这次先按现有库存给你配。下次再见。路上小心。顺着这条线一直扯，总会扯出人来的。医院催缴单，宏远催款函，父亲硬皮笔记本。爸，你查到一半停在这儿，剩下的我接着查。查到了，恒信建材的股权往上穿透2层，最终控股方是一家叫浩宇投资的公司。浩宇，宏远信贷也一样，往上查，同一家浩宇投资。也就是说，恒信建材和宏远信贷名义上是2家不同的公司，实际上是同一个人开的。浩宇投资的法人是谁？沈浩。所以恒信下大单，货款没给，把我爸告了，然后把债权转给宏远来收。这2家是同一个人开的，从头到尾就是套。对，至于通达那边为什么突然发假货然后跑路，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不是也有人在后面安排。
但这个时间点太巧了。所以还要查通达？对，这是下一步。现在的证据够起诉吗？恒信和宏远是同一控制人，这条工商信息是公开的，没问题。但通达那边发假货的人跑了，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通达跟沈浩有关系。那怎么办？通达老板叫王发财，跑路之前在本市还有一套房，我托人查了一下，他人还在本地，没出城。地址给我。你要去找他？没错，去谈谈。王老板，我是江记的江小蛮，我不是来找麻烦的，我只想问几个问题。恒信建材和宏远信贷是同一个人开的，我已经查到了。通达的事时间点太巧，我只是想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你跑了这么久，总得有个了结的吧？你怎么找到我的？进去说。我就是帮人做了件事，收了点钱，没想到后来……谁找你的？一个叫李建国的，说帮他接一个单，货发完了，收货方有可能会说质量不合格，让我提前跑，事后给我20万。李建国是宏远信贷的法人，沈浩的人。我不知道背后是谁。现在知道了，你愿意配合出庭作证吗？配合了，沈浩不会来找我吧？你的证词一旦进了司法程序，他动你就是妨碍作证，反而多一条罪。行。陆房主，新铺开张，重阳派的人都知道了。今天掌门让我们过来道贺，替我谢过掌门。陆晨，你背靠重阳派，铁鹰一时动不了你，但他不会就这么算的。我知道，他下一步不会再用拳头了，他会用刀。什么意思？估计他应该会去找官府。那个陈铁坊用的铁料来路不明，私铸兵器，扰乱市面。捕头看看，能不能帮个忙？房主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小蛮姑娘，新铺开了，这次来补一批大货。新铺顺利吗？开张第一天，重阳派就来了道贺，顺利。但我估计铁鹰下一步会动用官府的路子。那你怎么应对？提前打点重阳派掌门，请他出面说话，官府不敢得罪重阳派。那就好。你那边查出来了吗？查出来了。然后呢？关键证人找到了，下周律师准备正式起诉。起诉是什么？律师就是替人打官司的，有点像你们的讼师。起诉就是把他告上公堂，让官府定他的罪。原来如此。那个关键证人你是怎么找到的？一个跑路的供货商躲在城郊，我自己找上门跟他谈了谈，他答应作证了。你一个人去的？不然呢？这是我的事。对方既然敢做局害人，未必是良善之辈。你一个人上门，太险了。一个跑路的，他怕我还来不及。陆哥，县衙的人来了。陆房主，奉县令大人之命来查一查你这陈铁坊的铁料来源。市面上有人举报说你这铁料私铸，来路不明。捕头要查，尽管查。不过，重阳派掌门托人带了话，说今天要过来看看新铺。捕头要查的话，正好可以当着掌门的面查，更公正。那倒不必，今天只是例行。陆房主，掌门让我代为道贺。
既然重阳派的人在，那就改日再来。你早就算到了。我请长老今天来，就是防这个的。江小蛮走了法院立案，告恒信建材合同欺诈。是，他那边找到了一个证人，恐怕一个吗？沈总，那应诉这边材料慢慢出，不急。他以为立了案就等于赢了，天真。沈浩那边收到立案通知了，没动静。他不会没动静，他们的法务今天联系了法院，要求延期审理，理由是材料准备不足。什么意思？拖字节，材料能拖一轮就拖一轮，把开庭往后压。能拖多久？顺利的话，最多2个月，之后必须开庭。2个月够了。够做什么？找更多证据，让他拖不下去。奉县令大人令，陈铁房私铸兵器，扰乱市面，即日起封铺停业，待查清铁料来源方可重开。请问县令大人的公文可否让我看一印章？我需要去见一下重阳派掌门，请捕头宽限1个时辰。1个时辰，不能再多了。怎么办？去请掌门出面见县令，但这次不够了。掌门出面只能缓一时。铁鹰在县令那边下了重注，我去找江城商会的会长。商会？陈铁坊给商会里4个大派都供过货，他们的人会说话的。一个重阳派县令还能不给面子，但整个商会他得掂量一下。这批货从通达仓库发出，到恒信建材，中间在哪里停过？这批好像在路上停了一晚，司机说车出故障了。在哪里停的？一个叫永安的仓储中心，停了1夜，第2天继续送。那个仓储中心是谁的？没注意过，你要查的话可以去工商查。我在运输途中被换过，就在那一晚。爸也查到了这一步。今天怎么了？县衙来封铺了，我去找了商会，请会长出面见县令，暂时压住了，但这口子迟早还会再开。下一步怎么办？要把铁鹰和县令之间的来往捅出去。县令收了铁鹰的钱，他怕的不是我，是怕上面知道。你有证据吗？没有，但钱捕头那边有漏洞，他手底下有个差役，跟天宫坊有救援，我在想能不能从这里撬开。我今天查到了，货是在运输途中被换掉的，换货地点是一个仓储中心。我明天去查这个仓储中心是谁的。查到了就直接交给律师，别一个人去见人。你管得到宽？你之前去找那个跑路的供货商，也是一个人去的吧？以后有危险的事，先告诉我。李建国，宏远信贷的法人，又是这个人。沈浩的左手。这条证据链完整了，恒信下套，通达配合，永安换货，宏远收债，全部指向同一个控制人。我去申请调取永安仓储当天的进出货记录，这个可以作为庭审证据。永安的进出记录调出来了，但比对的时候我发现了另一件事。你父亲那场车祸，认定书写的是肇事方逃逸，查无其人，可永安仓储的进出记录里，事发当晚有一辆车，车牌跟监控里撞你父亲的那辆对上了。车主登记的是个临时工，但背后替这辆车结账保养的账户又是李建国，所以不是意外。你父亲查到永安那一步，第2天就出了车祸。恒信下套，通达跑路，永安换货，宏远逼债，到最后这一撞，全是一个人安排的。这已经不只是合同欺诈了，套路贷、敲诈勒索、故意伤害致重伤，
宏远信贷这套催收班子如果被认定成黑恶团伙，沈浩是组织者，数罪并罚，刑期能叠到他出不来。这些证据，开庭之前能全部固定下来吗？能。开庭前我会把每一份都做成正式证据，谁也翻不掉。法院那边，林律师申请调取永安仓储的记录，法院已经批了。永安那辆车跟江父的车祸对上了，让法务去拦，说记录涉及商业机密。沈总，法院直接调取，不责我们。去查江小蛮这个月都见了什么人，去了哪里，有没有把柄可以用？是。这是钱捕头手下差役吴三最近3个月的收入记录。他每个月固定多出来50两，出处是天工厂的一个账房名目。你哪里来的这个？吴三跟天工坊有旧怨，铁鹰拉拢他，但拉拢的方式太粗糙，账面上没遮掩，他自己也后悔了。你想让我怎么做？把这份东西送给县令的上峰知府大人。县令收了铁鹰的钱，用官府打压正当生意，知府那边不会装作没看见的。这件事我来办，但陆房主你要明白，知府出面，县令会被调查，铁鹰也会被牵连。这个局面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小蛮姑娘，那个跟天工坊有旧怨的差役，我撬开了，他手里有一份天工坊给他送钱的账册，我拿到了，送到商会会长那里去了，等知府那边的动静。那就是有戏了。我这边证据链也齐了，律师说最迟下周开庭。陆晨，你被大师兄夺了首席的位子，自己出来开陈铁坊，这一路你不恨吗？怎么忽然问这个？我这2天查到一件憋屈的事，想问问你是怎么熬过来的。恨。刚被夺位那阵子，天天想着怎么报复。后来呢？后来想明白了，光恨没用，他抢走的东西，我得自己一样一样挣回来，把他比下去，他才真的疼。那就打赢。你也是。你那边开庭之后，不管结果怎样，先告诉我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就是想知道。江小姐，你父亲这个月的治疗费用有一笔账，我们这边收到通知，说债权方有异议，暂时不能用那笔钱抵账，我们需要你过来确认一下，不然今天的用药……我马上来。是有这笔钱，但我们收到了一份律师函，说这笔钱涉及债务纠纷，冻结待查。宏远信贷发的，说这笔医疗费来源于争议资产，要求暂停使用。这份函没有法院盖章，不具备法律效力，你们没有义务执行。如果医院收到压力，让他们来找我。宏远发的是吓你的，这函没有强制效力，医院不用理。但他们能发到医院来，说明你父亲的情况他们摸得很清楚。你注意一下。连医院都用上了。沈浩急了，
江继武进这个位置，你还要不要？要，但江小蛮不卖。他会卖的。案子拖着，医院的钱、欠款的利息每天都在涨。我让法务再申请2次延期，3个月之后，他还撑得住吗？等他撑不住了，400万的报价还在，随时可以谈。陆哥，刚才铺子外面有个人找赵师傅，看着不像是来买货的。天工坊的人开价让我走，说工钱给2倍，我没答应，他就换了个说法，说陆晨手上的铁料来路不正，迟早出事，让我别跟着陪葬，趁早想清楚。那人走了，我让他滚远点儿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下次来，让他先把2倍工钱带过来，我替赵师傅收着。勉强够这个月，但下个月还有一笔逾期的罚费到期。江小姐，你好，我是宏源信贷的出资团队。之前那笔欠款，官司还没结，你们现在来不合适。江小姐，这是法院已经受理的强制执行申请，你们铺面的设备和存货已经被申请列为执行财产。这份申请和我正在进行的诉讼有关联，我会让律师提出异议，你回去告诉沈浩、慢慢浩。执行申请是真的，他们抢在开庭前提的，想给你施压，但最多再拖1次，之后法院不会再批延期，开庭是确定的，证据链完整，合同欺诈赢面很大。车祸那条已经移交刑事，但李建国那边是间接证据，需要补强。那这份强制执行申请能挡下来吗？我怕他们真把铺子的货封了。能。这笔债权本身就是诉讼标，执行和审理冲突。我提异议，法院会中断执行，等判决出来再说。你放心，铺子动不了。我去想想还能补什么。陆哥，吴三今天没来当差，我找人去他家问，人不见了，门锁着。账册是吴三给的，吴三一旦出事，来源就说不清，铁鹰就能反咬一口说账册是伪造的。铁鹰先动手了，他要灭口，不一定是灭口，可能是先把人藏起来，让账册变成死证。我去找他常去的几个地方。赵师傅，铺子看好。今天不补货，关键证人不见了，账册的来源全靠他。他要是出事，我前面铺的局就他一半。我连夜再找，先来跟你说一声。那人得保住。我知道。这个给你。给我刀干嘛？我亲手打的，深色木鞘，开了刃。你一个人查那些事，又去见生人，这把刀关键时候能护你一下。撑不住的时候跟我说。知道了。我去找人了。陆房主，铁鹰说要让我消失。账册的事，你敢不敢当知府的人作证？我作证，
铁鹰饶不了我。你证词一旦进了官府，他动你就是杀人灭口，罪上加罪。但你要是现在跑，账册成了死证，你这条命迟早还是他的。我作证。天宫坊每月初5送银子到铁鹰的钱庄，钱捕头带人封了铺子。钱捕头，上来。沈浩，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、套路贷、故意伤害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我要见我的律师。可以，在局里见。铁鹰，你来的正好，当着各派的面，我有句话要问你：师傅的死，到底是不是你下的手？铜印是不是你抢的？师傅那晚是被铁鹰带人围杀，铜印是从师傅尸身上抢走的。血口喷人！铁鹰，行贿官府的账册已在知府手上，杀尸夺印又有3人当面指认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陆房主，物归原主。师傅，我把它拿回来了。陈铁坊不关，天宫坊和陈铁坊2块牌子一起挂。为啥不合一块儿？天宫坊是师傅的根，陈铁坊是咱们自己挣出来的，2个都留着。合同欺诈，认定恒信与宏远同一控制人设套，判决撤销债务，返还货款。还有件事，李建国为了减刑，把沈浩供出来了。永安换货那辆车都是沈浩授意，咱们一直差的那个人，他自己补上了。所以车祸那条盯死了。盯死了，套路贷、敲诈勒索、故意伤害致重伤。沈浩作为组织者，数罪并罚，一审19年，李建国12年。我爸出事那天，我在外地进货，等我赶回来，他已经在 ICU 了，一句话没留下。今天这个结果，他要是知道，爸，账算清了。你笔记里没查完的那一段，我替你查到底了。妈留下的铺子，我守住了。你快点醒，回来看看。小蛮，爸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你今天不一样。我爸醒了，今天上午醒的。醒了好。沈浩判了19年，从我爸出事到现在整整1年，账
全清了。我那边也了了，铁鹰倒了，杀尸夺印的事当众揭穿，铜印拿回来了，天宫坊归我了。恭喜，也恭喜你。那你以后还来吗？天宫坊和陈铁坊2块牌子我都留着，料还得从你这儿进。再说，我答应过你，扛不住的时候往这边喊一声，这话还算数。您父亲今天转出 ICU 到普通病房了。来了来了！这次又要多少根？